也没有好久的时间跟你们讲讲啊。讲点这些挺好。刚刚是讲到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跟活佛的关系啊，就是上面你跟活佛的关系。后来习仲勋同志去到你们广东省以后，习仲勋同志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们广东省清远地区有一个地方供养着六祖慧能法师的真身，知道吧？阿姨在点头，这个阿姨是知道的吧？阿姨贵姓啊？姓沙叫姓中沙看。姓孙啊，孙阿姨啊。中沙的，中沙。啊？中沙的，广东中沙。你是姓刘嘛，对吧？没记错嘛，他姓孙嘛。现在反正慢慢认识啊，慢慢一个一个慢慢认识。后来习仲勋同志在你们广东当了书记以后，当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掉的那个好像是叫什么清远市还是叫什么市？叫什么远市？南华市是吧？就是供养六祖慧能法师的那个地方，是谁给重建的？习仲勋给重建的，并且因为你们是广东人，讲给你们听，因为这是事实啊。后来重建了这个南华市以后，重新供养好了六祖慧能法师以后，各位你还真不得不承认，同样作为红二代，对吧？一个是罗的儿子，一个是习的儿子。各位你们看他们两个人儿子的人生走向，习是不是二婚？罗西来是不是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但是他们后来二婚以后的老婆，一个旺夫，一个克夫，你的家庭就走向落败或者往上走。你看彭丽媛做了国母以后，顺便给你们讲一讲他们原配老婆怎么回事啊？他们原配老婆叫郑小玲，浙江人，当年嫌媳的官小，嫌家里穷，就要跟他离婚，说你要跟我去英国，如果你不跟我去英国，我就要跟你离婚。老习就告诉他，当年老习年纪也不大嘛，70几年嘛，对吧？年纪也不大，说父母在不远游，因为习仲勋同志如果我没记错是2003年去世的，对吧？习妈妈也是后来才去世的，说父母在不远游，所以钱他不能换来我对父母的孝顺，所以我挣再多钱，我跟你去英国不可以。所以后来那个女人说，你不跟我去英国，我就跟你离婚。后来他就离了。后来在1983年，经过董文华呀这些人的介绍，在厦门就和彭丽媛结婚了。1983年，这个是事实嘛，对吧？但是结婚以后，你们发现没有？同样作为女人，所以人家说什么样的女人会旺夫？各位，女人有一个门一定要打开，男人有一个门一定要关闭。这个地方叫心门，对不对？人有3脉7轮。对吧？我们说人立于天地之间，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否则天地不庇佑。你对得起天地，天地庇佑，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发现没？彭丽媛后来就承认了嘛，世界艾滋病儿童形象宣传大使。而罗西来的老婆在干嘛？一天到晚开公司，只顾着赚钱。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作为深圳一带的，不用说你们家的房子、保险、股票，可能随随便便都几千万，很正常。作为广东朋友来讲，但是请问你的钱能不能换来健康？能不能？你生病了，痛得不得了，你能不能把钱给医生或者给外人，给穷得很的人来，你帮我痛，你帮我得癌症，他能不能？不能。所以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原来你会发现，哎呦，人世间的真相其实就是你不愿意面对的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愿意去面对人世间的真相的时候，你忽然会发现你过得很快乐，哪怕你钱少一点。所以像我这种信仰的人，我们愿意把1/3的财产捐出去。伊斯兰教信仰者愿意把1/10的财产捐出去。所以汉族人就很不能理解，世界上很多国家人都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要把钱捐出去，对吧？比如你看，你们如果在香港有亲戚朋友的人，发现没有？香港人是中国人里面活得最长寿的一个地区。香港人的寿命是全中国最长的呀，这个是事实呀。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中国最长寿的是香港。但是大家发现没有？香港人最喜欢做什么事情？非常喜欢做慈善。
对吧？你们不得不承认，香港人非常喜欢做慈善。各位，慈善其实是什么行为？是佛教当中讲究的阴德。所以，当你愿意积阴德的朋友，你会发现，你的儿女要好一点，孙子要好一点，你也要好一点，不管是身体还是运程各方面，各位他就要好一点。但是很遗憾，很多汉族人是不懂什么叫阴德的，真不懂。这个要怪谁？谁都不怪，怪改革开放让我们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以后，我们就忘了一个东西，什么叫做德？来，比如我拿你们澳门有个大老板举个例，席美华，澳门小赌啊，他影响到的资金已经高达上万亿。为什么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儿，对吧，要搞他？为什么共产党中央政府要搞他？对不对？你想想，原因很简单，我让你赚钱，可不可以？可以。各位，你能不能赚进天下的钱？对不对？你再有钱，你不可能比澳门赌王何鸿燊有钱吧？你澳门赌王何鸿燊再有钱，你当不了浙江省一年的 GDP 吧？浙江省的 GDP 再高，你当不了全国的 GDP 吧？所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权力者，你不可能赚进天下的钱财。所以当时有人就告诉席美华，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就不，他明明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就不这么做。各位，席美华在你们澳门是不是被抓了？抓了，都抓了好几年了。是啊，来抓起来！你告诉我你有1万个亿又怎么样？抓起来！我让你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大家发现没有，香港人最喜欢做慈善。然后我们对比一下佛教认证的因果，你将会给你儿女带来什么叫做大的阴德？因为我拿100人给你们举例是没有用的，你也不认识他。你看香港有4大富豪，对吧？现在香港4大富豪当中，只有哪一个家族是共产党要保护他的？是不是霍家？霍家为什么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各位，国家保不保护李嘉诚？李嘉诚的儿子现在在香港有没有任何职务？任何职务都没有。但是你想想霍家在当年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之前，他以为已经很有钱了。打美国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霍家捐钱、捐飞机、用船运药品，对吧？收了钱的，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是打不赢美国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这笔投资是不是应该是打水漂的？但是霍老爷子讲的是我为国家，我为民族，他不是多少钱的事情，对吧？但是香港的其他富豪做了吗？没有。所以今天霍家的子孙后代是什么情况？比如霍启刚，大家都知道的，他是香港的某某领导，他是中央政府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海南省的某某领导，包括你们澳门赌王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叫何佑军，是叫何佑军还是叫什么名字？现在部里也是海南的人大代表，因为你愿意把你的钱财散出来，老天爷和国家就会反过来给你。这就是佛家讲的一句话：大舍大得，小舍小得。如果你都不舍，老天爷凭什么让你得到？你想要儿女好，这个好那个好，你什么都不做，凭什么让你好？所以后来你看，2011年中南海枪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中国各地你会发现，现在的佛教寺庙在中国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变化。如果当年不是活佛送给他的那个东西，请问子弹打过来，什么东西来当子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当子弹，啊！所以佛教论证因果，佛教告诉我们人要积阴德。各位，请你相信，它一定是正确的。我随便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吧，随便再给大家举个例。仁波切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活佛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哪位朋友身上有人民币现金的，借我用一下，有没有？虽然这个刘阿姨有，其他朋友不用给了，是吧？稍后我也认识一下你们，好吧？要不然有朋友我叫得出名字，有朋友叫不出来不合适啊。来100家来各位，你们知不知道马云是谁帮他的？刚刚有朋友们已经给一部分朋友看照片了啊，没有看到照片的朋友想来看可以找我给你看，或者你在网上搜照片也可以的。就是马云和17是大白跑了。马云当年做阿里巴巴，对不对？00几年的时候都飞不上去，是不是很糟糕？后来马云通过李连杰认识了这个
世界上现在还活着啊，非常著名的一个仁波切上师，他的名字叫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然后求见到噶玛巴以后，噶玛巴当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马云，今天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很大的老板。既然你想要做上去，那么如果我现在给你开口要你2个亿，你愿不愿意给我？各位，00几年的，2000几年的，2个亿啊，真的好多的。现在2个亿可能不算什么，对吧？但是几十年前还是好多的。结果马云据说啊，因为我也不在现场，据说马云看看李连杰，李连杰就只是冲他笑笑，一句话没有讲。因为在仁波切面前，你讲什么话呢？对不对？你不懂的你就不要瞎讲。李连杰也不敢讲，因为李连杰的师傅本来也是他们。结果人家人们是跟他开玩笑。结果马云说没关系，我愿意供养众生，就是我愿意让更多的师傅们活得更好。我愿意捐钱修缮寺庙，我愿意捐给寺庙养更多的众生。比如在我们藏区，大家知道吧？看病是不要钱的，在哪里看病？到寺庙看病。没有饭吃以后去哪里吃饭？去寺庙吃饭。比如你们广东有的寺庙是不是可以免费吃住？有没有？最少可以免费吃3天嘛。各位，寺庙里的钱从哪里来？也是，比如你信佛，可能你也会去寺庙供养，对吧？就他的钱就这么来的。所以后来大宝法王告诉他，既然你是真心实意愿意做，来，我指点你一句话。各位，这句话请看这里，指给你们看啊。这个地方，知不知道？天猫，你想要赚大钱，全中国人民都在用这张钱，你能够得到14亿人给你供养，你想发财都困难。所以后来马云做了件事，阿里巴巴从此以后有了天猫，天猫就在这里，是从人民币上面来的，各位。还给你，孙阿姨，到刘阿姨后面才有孙阿姨。所以各位，你很难想象吧？人佛就送了你一句话：用天猫，天猫哪里来？从人民币上面来，因为全中国人民都用人民币，那么你可以想象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气运将有多大。从此以后，各位，阿里巴巴很快，马云很快成了中国首富，超过王健林，对吧？但是呢，人就是因为管不住这张嘴，所以他又下去了。所以各位，我们的财富在马云面前，你们承不承认？你只是个小骨头。人家马云阿里巴巴集团有多少个亿？我相信各位，你有10个亿、8个亿，我相信你有几百个亿，我真不相信，对吧？我真不相信。但是最后马云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各位，因为他犯了口业。所以很多朋友不清楚说为什么后来运气越来越不好，或者身体为什么越来越不好，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为什么有的人会婚姻破裂，对吧？有的人为什么会夭折，它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犯了不该犯的业，但是你居然不清楚。马云犯的最大的口业是什么？2020年他在上海，对吧？他说什么银行不改变，我改变银行。各位，你再有钱，你在国家面前你什么也不是，你怎么能说银行不改变你改变银行呢？对不对？完了以后他还说了句什么话？后来大家知道，我要做全中国最大的 P2P， 我要做蚂蚁金服，我要让蚂蚁金服上市。他要用100个亿来集资1万个亿，并且他指着周小川，周小川是谁？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的行长，在上海他指着他说：“你们都 out 了，你们都落后了，因为你们银行就是典当行思想，来我教你。”各位什么概念？就好像来刘阿姨打个比方，你年纪比我大，对吧？但是你老人家肯定能教我很多东西，这是肯定的。但是有的东西你就是教不了我。举个例子，这个直截了当的讲也没关系啊。比如刘阿姨跟我一起走，想着她年纪大，我扶着她走，走下楼梯，我说刘阿姨把你的手伸给我看一下。刘阿姨把手伸给我看了一眼，我说哟，你小白兔。各位，你说我凭什么能知道她有几个小孩？我凭什么知道？我就看了她的手一眼而已，对吧？所以各位，这个世界上有你们不敢想象的那些人的存在的啊，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少学过一些法门。就是不需要你讲话，把你的手伸给我看一眼，我能知道你婚姻好不好，我能知道你财运好不好，啊，比如像阿姨，你看，今天你把手伸给我看一下，你是伸右手，我说不看右手，看看你左手，我会告诉你，你们家子孙以后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见？我说他们家怎么样？有没有听见？我说以后往以后
将会男丁越来越多，记得吗？后来阿姨说：“哎，我3个女儿。”有时候我说你的孙，我也不知道你有几个孙，但是你们家以后女儿的后代一定是男丁居多，一定是，因为你的手上面就看一眼就可以了，各位，这就是这个，应该说叫这个，在这个位置，这是你们不愿意相信的佛家讲的天眼，就是不需要你讲话就能够看透你，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帮你呢，我帮不了因为一些法事我不会做，我真不会做，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马云就犯了这个大大的口业。接下来几年，各位，请问马云跑到哪里去躲起来了？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各位，马云是不是在国外躲了4年？各位，这个是事实吧？你一不小心你犯的口业，将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都可以。所以等马云回国以后，中央政府告诉他，马云，你涉嫌垄断，罚你173个亿，交不交？马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交钱。所以现在还没有睡觉的朋友，问你们一个人世间最简单的问题，请问钱重要，命重要？虽然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很清楚，命重要嘛，怎么可能是钱重要？但是非常遗憾，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活了一辈子，他就是没有活明白，因为他的所有的行为就是钱重要，命不重要。很多人的行为就是钱没有命重要。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道理，对吧？命重要，所以马云说我交钱。各位，中国是不是向美团开出了罚单，罚他多少个亿？是不是向携程开了罚单，罚57个亿？看新闻报道了吧？各位，请问你交还是不交？你不交这个钱，国家可以把你灭掉，把所有钱全部给你收走，你1分钱都没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交。然后交了就好，来你好好的过，国家不整你。所以各位，其实有时候我们讨论佛法，其实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它是无处不在的。你看，就像悬崖一样是不是像悬崖一样？你们坐那边的朋友看见会不会怕呀？不怕吧？不用怕，各位，心中有神，守天地万物，皆有神灵之庇佑，所以只要你心常正能量。你心是向正的，心向阳光的，你不需要惧怕人世间的所有。当然，人唯一惧怕的就是因果，因为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所以我们来到了尼泊尔这个国家，请大家记好，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叫做阴德，一定要学会什么叫做阴德。最后再给你们举个例，差不多放话筒这种转过去转过来，我怕我照这，待会我要晕车的。香港有个明星叫古天乐，对吧？算了，我拿你们澳门那个大老板举个例。澳门最大的老板叫澳门赌王何鸿燊，各位，他老人家长不长寿？很长寿，但是很遗憾，他的儿女怎么样？你赚进了天下的钱财。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人福气有10分，留几分给儿孙？留几分给儿孙？各位，请看这个数。是不是人有福气有10分？不要忘了留与3分给子孙，对吧？澳门赌王有4个老婆，全世界人民有一点怎么样关注信息的都知道老婆疯的疯，死的死，女儿疯了1个，儿子死了2个，对吧？他总共有17个小孩。各位，当年香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陈伯。陈伯这个人是四川人，他只是在香港生活，就好像在座的各位，我们广东的也好，湖南、湖北的也好，广西的也好，你在深圳生活而已。他本来是四川人，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跑到香港去养。后来在香港，因为他很通天地命，所以他先通过香港的大老板认识了你们澳门的赌王何鸿燊。当年他告诉赌王何鸿燊说：“你接下来一定要开始积阴德，因为可能你将会遭到巨大的反噬。”当年何鸿燊还年轻，何鸿燊不听。何鸿燊，我赚钱，我害了谁？我又没害人，我又不偷不抢。但是赌王这个陈伯告诉他，他说：“请问你的钱从哪里来？”
比如各位，有时候你要想想，你的钱从哪里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的钱是不是从别人身上赚的？请问，你不是捡的吧？而赌王何鸿燊的钱赚的钱是要害得无数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你赚的钱是建立在伤害无数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不停的在造恶业，钱是很多，但是你的业越来越重，所以陈伯当年就劝他说：“你能不能学习霍老爷子啊，为国家做点事情？”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年他就不愿意，但是过了没多久，何鸿燊的大儿子，来，刘阿姨，他大儿子怎么死的？是的，出车祸死的，莫名其妙出车祸就死掉了。赌王家有一个规定，不允许儿孙后代做危险的事情，对吧？不允许做极限运动，不允许。那接下来你看他的女儿疯掉了，成了神经病。90多岁了，一个孙子都没有。90多岁的人，各位可不可能连一个孙子都没有？比如在座各位，你60多岁，你就已经有2、3个孙子孙女了，但他90多岁一个都没有。快要死的时候，你看他最小的儿子叫何猷君，娶了奚梦瑶这个上海姑娘，对吧？奚梦瑶好像是上海的吧？娶了奚梦瑶，赶紧生了一个小孩叫何广生。何鸿燊说：“我把我这个生字赐给我唯一的孙子，98岁的老人，资产6000多个亿，只有一个孙子，独苗苗啊！他说我把我这个字赐给我的孙子叫何广生。但是你会发现，何鸿燊后来接受了陈伯的建议，在做很多积阴德的事情。啊，接下来我把阳德阴德介绍一下啊。各位，什么叫阳德？来，朱阿姨，我很困难，打个比方啊，我很困难，然后我找你帮忙，我说朱阿姨借我5万块钱，你借给我了，你帮助了我，这叫阳德，这叫阳德。各位，什么叫阴德？你知道我很困难，我也没有给你开口说朱阿姨借我5万块钱，你知道我需要这5万块钱，你主动找到我说，母亲，我知道最近你很困难，来，我帮你度过这个难关，来，阿姨给你5万块，度过这个难关。你也没有说明天你必须还哦，后天必须还哦，你主动帮我，各位，主动帮我，这个才叫阴德。别人求你帮忙，你帮，那个叫阳德。所以很多人说，可能很多人像生活当中，哎呦，我很善良啊，我也帮人啊，但是你一定要区分开，你做的是阴德的事还是阳德的事。哎呀，路开始烂了，坑坑洼洼我就不讲了啊。有安全带最好还是系好，是吧？前面呢，你们会看到一段高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不过到现在没有修好，因为尼泊尔全国高山确实不好修路。中国在策划给他们修一条铁路，很遗憾，这个项目不好实施，因为他们从君王制变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以后，民主开始走民主路线以后，他随时都在换政府，知道吧？总理随时都在换。所以这个政策呢，就这段看到没有？像不像高速了？收费站了，看到没？但是还没有修好，修了好多年了。本来预计说2027年修好的，照这个速度下去，2030年也修不好。啊，所以你看，一个国家，你若把这种走上真正的正道，那你想要发展很好是不现实的。但这个国家，你们看山上啊。这个国家有的植物是很有名的，比如这个国家的黄金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知道什么黄金？不是你戴在脖子上的黄金，是通过古法陶制的9蒸9晒之法的黄金。听说过？王叔知道吧？它是吃的东西，是吃的。全世界最好的黄金就在尼泊尔，而且很便宜，几百千把块钱，很便宜的。我要坐下来了啊！我要这种抖着站在不安全啊！好好休息，扣安全带。不纠结几点钟吃饭啊！我另外认识一下，好不好？我另外认识一下大家，谢谢。要不然有的朋友我叫不出名字，尴尬的很。争取能叫出你们每一位朋友，这样好一点啊！我看看办公室有给我发一个名单，我找到名单，我认识一下。
邓菊祥。邓菊祥啊，我得叫姐姐吧。叫小姐姐啊啊。叫阿姨不合适嘛，你才大我几岁，5、6岁啊。这个是邓菊祥，邓姐姐，邓丽丽。这里叫阿姨了啊。阿姨哪一年？看一下五几，这上面没有，你要翻过去就没有了。56的啊，56就是跟我妈妈1年的属猴的。56吧，56，我看，2、3、4、5、6，属猴啊。怎么会属羊呢？然后刚刚有朋友说你属羊的，我就说对。这个是邓丽丽邓阿姨啊，刘金瑶，刘阿姨啊，对吧？刘阿姨这看不到哪一年，不重要啊。罗美群，睡了，糟了，待会我记不清楚谁叫罗美群。马秀英，马秀英这个叫阿姨才合适啊。苏振国。对，叔叔比较好用啊。这上面也不知道你是哪一年的，只写到19就没有了。60，都不让我们知道你是哪一年的。60。我有时候喜欢掐一下子啊。60就是属老鼠的，老鼠就是12生肖天干排第一，叫甲字号第一。叫甲字号第一，甲字号第一，老鼠者即为水水，你们家圆球就会要多一点，圆的东西，你们家圆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你们家是不是圆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啊？这叫苏振国，王康林，王说就个子算我们车上最高的了啊，有1米8多了。韦美柳，这个是4年尾啊，韦美柳啊。其实你们愿意找我看的话，取左手都可以，因为左手才能看出左手，右手看不出来，右手叫后天，左手叫天注定。这个叫韦美柳，韦玉芬。后面的啊，对，应该叫阿姨才对吧？没有，无论男女，左手为天，右手为地。肖海泉，这里有点叫肖叔才对啊。肖海泉，肖连娇，你们俩还同姓啊。申银强。这里叫大哥才对啊，对吧？这上面也没有写生在哪一年的。郑明昌，最后啊，不要动，你要养护心脏了，你这个心脏问题很明显了，没跟你开玩笑，亲爱的，叫郑哥还是叫郑叔？我不知道你哪年的，如果你是70后，70后我只能叫你哥，叫郑哥不建议吧，因为你的指尖偏肥大，心脏问题，这个是明显的心脏问题啊，很明显，所以一定要养护好心脏。文元波，文元波是哪位？83年那哥们儿，应该是他83年那哥们儿。胡芳，估计女的业啊，胡芳。还是上厕所，应该是上厕所。还有2位是叫吴少林，OK。大概认识了一下，暂时可能并不记得清楚谁叫什么名字啊。来，上卫生间。一会儿这个动作就是上卫生间。吃饭呢？吃饭不在这里。没有吃饭有什么手势没有？对，要上卫生间。动一动。这里还挺干净的，这里要干净的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下次给你炒猪手啊。不是，指尖肥大，就是我也没感觉，要找厕所。感觉你肯定是会有感觉了，你赶紧走了，你就不得。